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节目的话题说的是中国大陆四不武统，美专家承认美军无法干预。近来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的研究员梅惠林在《外交事务》这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美国必须承认新现实是什么呀？就算有美国的干预，中国大陆也有武统的能力和可能，中方很可能很快使用武力结束近1个世纪的内战。外交事务是美国外交的权威期刊，这个梅惠林的这篇稿子是作为7到8月份的重点文章来推荐的，证明美国人对台湾的问题的焦虑。梅惠林说，多年来和平统一的前景正在缩小，中国大陆民间武统的声浪在加大，解放军正在加强对台军事准备工作。过去中国大陆要完成统一，最大的顾虑是美军的干涉，现在中国已经为美军干涉做好了准备，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统一战役的推进。这个梅惠林还说，解放军正在准备进行4场战役，包括联合打击、封锁、反干预行动、两栖攻击。他说前3项行动已经准备妥当，只有两栖攻击行动尚不能保证获得成功。中国大陆将会在几天或几周内完成对台湾的全面出击，最可能的方式是渐进式的行动，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如果美国进行军事干预，中国反而会加速升级的攻势，而且将打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队。如果中国确认美国会置身事外，中国不会攻击美军在这一个地区的军队。所以他强调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有多大决心干涉，而是中国早已经考虑到了美军干涉因素。一旦大陆决心动武，还意味着准备好了在经济上付出代价。由于世界上多数国家在经贸上不愿意在中美之间做选择，制裁将很难持久，中国甚至会在未来几年补上高科技产业链上的短板，根本不怕与美国脱钩。决定中国采取行动的关键不是成本，而是中国在为领土主权而战，中国有更大的决心。美国的顾虑是，一旦美军被击败，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新的主导力量。面对中国大陆采取武统的大势所趋，梅惠林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拒止威慑，也就是在台湾附近部署更多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大陆采取行动。最有效的办法呢，是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摧毁中国在沿海发起登陆作战的这些基地。但是又容易发生误判，如果将解放军的演习当成对台进攻行动，美国发起打击，那肯定会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所以这个梅惠林最后总结认为美国的战略是让中国明白武统的代价是中华民族无法复兴。然而美国无法单独做到这一点，这也是美国不断的拉拢盟友，要求他们关切台海的原因。令美国遗憾的是，几乎不会有一个国家愿意介入台海战事，这又影响美国干涉台海的决心。最终的结局是，台海两岸关系紧张局势升级不可避免，武统可能随时会到来。美国和台湾当局必须面对这个新的现实。不管他分析的怎么透彻吧，中国大陆一直以来强调的是和平统一，把武统当成的是最后的手段。从梅惠林的观点可以看出，美军干涉台海战事最有效的手段是先发制人的打击大陆的军事目标，可是又不敢。武统可能是渐进式的，也可能是速决式的，中国大陆可能会根据美军的反应调整进度。最难的仍然是两栖登陆，美国可能在这个阶段向解放军发起攻击行动，后果就是让大陆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仍然无法改变结局。既然美国已经认识到了两岸统一无法避免，美国又无法保证干涉武统能够取胜，也没有盟友会去参与，干涉也无法改变结局，那美国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呀？那就是不介入。对中国来说，在军事层面要准备好应对美国干涉的因素，还要大幅度的提升两栖攻击的能力。在经济层面要做好应对西方制裁的准备，降低统一战争的代价。统一台湾事关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武统不能失败。中国比美国更大的优势就是实力和决心，美国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儿。